我的故乡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，背靠山水，山清水秀，有400-500户人家。我小时候比较调皮捣蛋，不是和一帮孩子在村背后的东岭山上爬坡摘野果，就是在村里滚着铁环撵狗赶鸡，要么就是在村前面的芦苇河里扎猛子、逮鱼摸虾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7岁那年，那是80年代初，我们村里建了一个村办的砖厂，砖厂都是就地取材，用的都是村子后面东岭山上的土，一方面可以卖点钱给大队创收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百姓盖房子用。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，村子里突然间乱了起来。我当时正在村中老槐树下和几个孩子赶一种游戏，看见村里的大人们都神色古怪，神情凝重，一个个急冲冲地往后山跑去。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鬼，平时就爱管个闲事，看个热闹，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。今天一见这情形就知道有事，立马精神头就上来了。几个人把手里的棍子一扔，也赶紧就跟着大人们往山上跑。到那一看，天哪，到处都是人，估计全村的人，甚至方圆几里的村民都来了。大家眼睛都看着半山腰，低声议论。我顺着大家的视线看去，离得有点远，看不太清楚，只看见半山腰的土层塌出一个大洞，一个仿佛屋檐的尖角从洞里伸出来。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想跑到前面再看清楚些。结果还没钻几下，就让二蛋爷爷把我们几个拎着耳朵给扔了出来，痛骂了一顿，又屁股上挨了几脚，灰溜溜回家去了。快中午的时候，我妈回来了，一看见我黑风着脸问：“钱赏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砖厂看热闹了？”这哪能承认啊！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一口咬定没去。我妈这才放心下来，去屋里做饭。我赶忙跟进去，想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结果又被我妈训了一顿。中午我照例端着饭去村中老槐树底下的饭场吃饭。平时这里热闹得不得了，大人们一边吃一边大声地聊天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全村什么新鲜事都在这里第一时间可以爆出。结果那天中午出来吃饭的人倒也不少，但大家都没了往日的激情，一个个闷头吃饭，吃完饭把嘴一抹就回家去了。那时候虽然不知道压抑这个词，但我也觉得不太对劲，也没心情和二蛋他们比赛吃饭了。吃完饭乖乖地跟着我妈回家去了。下午我妈去地里干活了，走的时候又神情严肃地叮嘱我一遍，说不许去砖厂，否则非打死我不可。于是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在大门口的石碾上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逗大黑狗。突然背后一块石头砸过来，吓得我和大黑一跳，扭头正想开骂，却见二蛋拿着一块饼，吸溜着鼻涕，一脸坏笑地正看着我。我斜了他一眼，没搭理他，继续和大黑玩。二蛋几步跑到我跟前，谄媚地撕了一块饼递给我，我也不客气，立刻吃了起来。二蛋神神秘秘地看了看四周，咬着我的耳朵低声地说：“小坤，我告诉你个事，你可千万别和其他人说。”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就得意地说：“我知道上午砖厂出什么事了。”我一听也顾不得吃饼了，忙问二蛋是怎么回事。二蛋一看连我也不知道，就更加得意了，在我身边坐下开始讲述起来。原来今天砖厂在山脚取土时，突然半山腰上的土塌了下来，露出一个大洞。刚开始人们还以为是个古坟，就派人爬上去看看。
这一看可了不得，哪里是什么坟啊，竟然是个精美的小亭子。查看的人吓得脸色发白，连滚带爬的下来，赶紧回村里叫人。于是就出现了上午的一幕。我听完二蛋的讲述后，兴奋地从碾盘上跳下来说：“走，咱们看看去。”二蛋迟疑了一会，说：“我不去。俺爸说了，那是山神的房子，谁也不可以靠近。如果打扰山神，全村都会出事的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虎着脸说：“胆小鬼不去，算了，我自己去。”说完叫上大黑，就朝砖厂跑去。二蛋在原地站着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追了上来。不一会我们就跑到砖厂，迎头正好碰见大队的几个干部和村里几个年长的老者正往回走，边走边说着什么，离得太远，什么也听不清楚。还没等我们潜伏好，就已经被眼尖的队长看见了。他板着脸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干什么去呢？”然后走过来，照着我们的脑瓜一人就给了一下子。说完，他把村里的民兵连长郑卫国叫过来，吩咐道：“这几天你带几个人轮流执勤看一下，不要让村里的人靠近。”说完又瞪了我们几眼，愁容满面地下山去了。我和二蛋吓得一声也不敢吭，低着头跟在大人们后面往回走。1天、2天、3天，好几天过去了。村子里平静得像村边坡池里的水一样，什么祸事都没发生，甚至一丁点奇怪的事都没有。大家一直悬着的心也慢慢地放了下来。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村民们又开始去砖厂干活，我也继续和二蛋他们打架。封完砖厂的事也没几个人提起了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这一天中午才吃过饭，二蛋和几个孩子就来找我玩。刚出了大门，二蛋搂着我的肩膀小声地说：“还想不想去？”我一头雾水。去哪？二蛋冲我翻了翻白眼。砖厂啊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不去。郑卫国在那看着呢，要是让他给逮住，又得挨一顿打。民兵连长郑卫国是当过兵的人，人高马大的，脸色又重，我一向比较怕他。二蛋神秘的一笑：“他现在不在，我刚才看见他领着人出村去了。”一听说郑卫国不在，我的精神头一下子上来了，和二蛋他们撒开腿就向砖厂跑去。因为才吃过饭，村里大部分人都在歇晌午，所以村子里静悄悄的。我们几个兴奋得像树上叫个不停的知了一样。不一会就来到砖厂，往四周一看，果然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于是我们放心大胆地向半山坡爬去。东岭山虽然叫做山，其实也就是个大土堆，只有100多米高，坡度很缓。10几分钟后，我们就来到了山腰塌陷出来的洞口。洞口有2米多高，站在洞口就能感觉到一股寒气。往里面一看，我们全都泄气了。洞里面除了一个石头亭子，什么也没有。那时我们可能因为太小，没有人去想土里面怎么会有个亭子呢，也就根本感觉不到事情的诡异。我看了几眼亭子，感觉没什么意思，就想下山。这时二蛋一把拉住我，冲我挤眉弄眼说：“你平时不是老吹嘘自己胆子大吗？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”我一听就火了，谁害怕了？如果不害怕，你急着跑什么？听二蛋这么一说，其他几个小孩脸上似乎也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要知道平时我在村里也算个孩子王，打架使坏基本上没什么对手。如果这次被人看扁，当作胆小鬼，以后可就没办法混了。想到这儿，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。哼，你们等着。说完，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，
我就转身跑进洞里。刚进洞，我就打了个寒战，感觉像冬天一样，甚至比冬天还冷，是那种寒彻骨髓的冷。要知道，现在可是盛夏7月呀！我被冻得直打哆嗦，就想着赶快出去，心想，反正我也进来过了。一扭头，只见二蛋他们在洞口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眼里全是崇拜之情。刹那间，我豪气顿生，忙生的那一点退意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冲他们笑了笑，然后仔细地打量起亭子来。亭子不大，但很精美，仿佛整个亭子是用一块石头雕成的。亭子6个翘角上雕刻着我不认识的兽头，石柱上也是镂空雕着好看的花草。亭子中间摆着3把石椅，中间的一把椅子比较高，两边的略低一点。椅子的靠背上也雕着栩栩如生的人物、花草和鸟兽。椅子前面是一个石台，上面雕着祥云，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大大咧咧地走到中间的椅子跟前，想都没想就坐上去了。刚坐上去，我一下子就感觉天好像黑了一样，头很晕，想睡觉，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听见有人哭着喊我的名字，突然间我就清醒了过来。一看，二蛋他们正在洞外，一个个大哭着喊我呢。我赶忙站起来就往洞外走，刚迈腿就觉得右腿像针扎一样疼，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上。看见我这样，二蛋他们哭得更厉害了，我也吓得不行，就那么跪着手脚并用地爬出了洞口。二蛋他们一见我出来了，也顾不得哭了，赶紧背上我就往山下走。一路上可能因为害怕，谁也没说话，就快到村口了。我叫二蛋停下来，看着他们几个人，板着脸说道：“如果大人们问起来，就说我是爬树摔下来了，谁敢把今天这个事说出去，我就揍死他。”二蛋和其他孩子赶紧摇头，赌咒发誓，纷纷表示绝对不会说出去。就这样，几个人把我背回了家。我妈一看我给人背回来了，吓得腿都软了。我可是家里唯一的宝贝儿子，当得知是爬树给摔下来了，我妈又气又恨，把我们几个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二蛋他们大气也不敢出一声。等我妈发作完，一溜烟全给跑了。等我在炕上躺好后，我妈沉着脸训斥道：“一点都不让人省心，好，躺着不要动。我去叫刘华生来给你看看。”一听说让刘花生来给我看病，我就急了：“妈，我才不要他给我看呢，他只会给马看病。”我妈听了这话，脸一沉，扬起手又作势要打我，但手顿在半空，到底没落下来，然后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出门去了。刘花生原名叫刘建设，是邻村刘家洼人，父母早亡之后，经人撮合招赘给我们村里的郑老茂家。因为一口气生了5个闺女，大家都故意叫他花生，开玩笑这样就可以生出男孩。时间长了，本名倒给忘了。刘华生刚来到村里的时候，支书让他负责照顾牲口，慢慢时间长了，也就略通一些兽医知识。刘花生也算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的人，经常去公社卫生院转转。一来二去，和卫生院的医生也熟了起来，慢慢也会看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。就这样，刘华生成了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个医生，每天穿得衣帽整齐，提个小药箱招摇过市。别人叫他一声刘医生，立马就跟吃了喜鹊屎一样。可我就不喜欢他拿桥做样，所以经常去欺负他家老3闺女。不一会，我妈就领着刘花生来了。刘医生，
你快给瞧瞧，看看腿骨折了没有，疼得厉害。不急，来让我看看。刘华生神情严肃地低下头，仔细地看了我的腿一会，接着又从大腿根一直捏到脚，把我疼得龇牙咧嘴，一个劲地喊疼。捏完腿，刘华生想了想，又打开药箱，拿出一把小锤子，让我把腿弯起来，然后在关节处敲，边敲边问：疼不疼啊？我疼得直翻白眼，心想等明天腿好了，一定要先去打他家老三一顿出气。刘华生一会点头，一会摇头，我妈在一旁紧张的脸都白了。10几分钟后，刘华生总算诊断完了。他抬起头，神情凝重地看着我妈。我初步诊断是软组织大面积损伤，骨头坏死，赶紧给孩子他爸打电报吧，早点带上孩子去大城市看看，或许还能保住这条腿。我妈一听，眼泪立刻就出来了。刘花生走后，我妈搂着我一个劲儿地哭，而我在心里则暗暗咒骂刘华生不是东西，编出骨头坏死的谎话来吓唬我妈。看着我妈悲痛欲绝，我也觉得很不是滋味，笑着说：妈，你别听刘花生乱说，我根本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我妈听了这话，又看看我哭得更厉害了。下午我妈去县里给我爸拍电报去了，我一个人躺在炕上，一动也不能动，腿就像有个无形的大手用力捏一样，钻心的疼。这时二蛋慌慌张张跑进来，一看到我就大哭起来：小坤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村里人都说你的腿已经坏死了，要锯掉，不然就没命了。我一听就火了，想骂却疼得说不出话来。二蛋看着我，有点胆怯地说：小坤，要不告诉你妈咱们去亭子里的事。我正疼得心烦，一听这话，狠狠地瞪了二蛋一眼，呲着牙说道：你敢？二蛋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终究没敢说什么。晚上，我妈从县城回来了，还给我买了几个罐头，可我却什么也吃不进去，疼得满炕打滚。邻居们也陆续过来看望，一看我的情况，都也是眉头紧锁，劝我妈想开点。2、3天过去了，我的腿越来越疼，到最后腿必须得悬空。我妈在我腿底下垫了3个枕头，我已经疼得有气无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第4天一大早，我妈正在收拾衣服，邻居梅花婶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，个子不高，裹着小脚，穿着斜襟的天蓝色衣服，头上还盖着一块天蓝色的手帕。一进门，梅花婶就给我妈介绍，这是杨村的三奶奶，这不说听说小坤病了，专门过来看看。我妈一愣，杨村的三奶奶在我们那一片可是有名的神婆，据说是顶着神呢，看似非常准，10里8村的人有了什么难事都找她看。我妈赶紧倒水，让三奶奶坐下。三奶奶一摆手，直接就走到炕前，坐在我身边，仔细地看起我的腿来。三奶奶眯着眼睛仔细看了几分钟，嘴里开始低声念叨，然后用手在我的腿上从上到下摸了一遍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神奇。三奶奶一摸我的腿，那种疼痛感立即就减轻了不少。这时三奶奶抬起头，和颜悦色地对我说：孩子，别害怕，来告诉奶奶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妈在一旁一脸吃惊，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，看着面前这个满脸皱纹、慈祥和蔼的老奶奶，她的眼神是那么清澈，仿佛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心里，但却让人觉得莫名的安全。
再加上这几天的疼痛和恐惧，我再也撑不住了，一下子哇哇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把自己去看小亭子的事说了一遍。我妈在一旁听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估计心里恨不得打死我这个惹祸精才好。三奶奶听完我的叙述，叹了口气，摸摸我的头说：“你个憨娃呀，怎么敢去招惹那东西去？”然后看着我妈和梅花神一脸的疑惑，解释道：“砖厂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，你们可知那小亭子是谁的？那是咱东岭山上一条修炼多年的黑蛇精的洞府。小坤估计是擅自闯入他的洞府，这才惹恼了他，降下了惩罚。你看这腿上都是捏过的痕迹。”我妈和我睁大眼睛看了看腿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三奶奶继续说道：“我师父在世时曾经见过这条蛇精，后来专门交代我，千万别去招惹他，以我的法力根本就对付不了。后来你们村在东顶开砖厂，我也找过你们老支书，让他不要在东顶上动土，但是他不听啊。出事后他去找我，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。”三奶奶一脸的沉重，话语中充满了无奈。我妈和梅花神也觉得有些害怕，一时大家都沉默下来。过了几分钟，我妈小声地问三奶奶：“你看娃的腿？”三奶奶沉默了片刻说：“我试试吧，娃也疼了好几天了，也受罪了，但愿他不要再为难了。”听完这个话，我妈松了口气，我心里也感觉轻松起来。随后，三奶奶让我妈去买了些五色纸和香烛供果，然后坐在炕上，拿着五色纸剪了起来。不一会就剪了3套衣服，上面花纹繁琐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剪完后，三奶奶郑重地对我妈说：“今晚你一个人去砖厂，到山底下朝着小亭子摆上贡品，烧上3炷香，给大仙赔个罪吧，一定要心诚。然后把这3套衣服烧了，如果能烧干净，那就表示大仙原谅你了。如果衣服烧不起来，那我们再想办法。记住，不管衣服能不能烧干净，你都要在子时前回来。回来时不管背后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往后看，不论谁和你说话，也不要吭声，一直往家走。大门口要预先放上1盆凉水和1把扫床笤帚。到了家门口，先用笤帚从上头到脚扫一下，然后再用凉水在门槛前浇出一条水线，等跨过这条水线就可以了。我妈赶紧一一记下，嘱咐完这些，三奶奶就又急匆匆地走了，连一口水都没喝。她的脚是旧时裹过的小脚，走路很不方便，但为了救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，硬是顶着日头走了那么远的路。每每想起，总会感慨万分。我妈那会儿还很年轻，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些神啊鬼的，这是与鬼神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在那个静谧的夏夜，我妈一个人打着手电筒，挎着篮子，怀着莫名的恐惧，向黑黢黢的山走去。后来我妈和我说，当时她是跪在那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一边说一边哭，一边磕头，最后也不知磕了几个头，反正磕的脸上都是灰。最让我妈高兴的是，衣服顺利地烧干净了。当她祭拜完回到家，我的腿神奇般的好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第2天就跑出去和二蛋他们玩去了。看见我又活蹦乱跳的，刘华生很是不好意思了。几天，但村里人望向东岭的目光中却充满了敬畏和恐惧。砖厂的工人也纷纷找借口不去上班。老支书一脸的愁容，每天都在村口转悠，望着大路的尽头。又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，
村里的会计风尘仆仆的从河南回来了。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2个人，一个是50多岁的老头，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中山装，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已经开花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，后面还跟着一个7、8岁的小孩，据说是老头的徒弟。大家都说他们就是村里在外面请来的高人。老支书高兴得满面红光，像过年一样。第2天上午，李师傅带着他的徒弟去东顶山，全村老少都跟着去看热闹。李师傅凝神望着那个洞口看了一会，然后对支书说：“没人进去过吧？”老支书脸色有点不好看，小声地说：“没看好，有个娃给跑进去了。”李师傅听到此话，扭头瞪了老支书一眼，然后让人叫我过去，说有话问我。我战战兢兢地走到李师傅跟前，李师傅一厉声蹲在我跟前，仔细地端详起我的腿来。看了一会，他满意的点点头，开始询问我在洞里的事情。我看李师傅很慈祥，也没有了先前的害怕，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李师傅听完沉思了片刻，扭头对大家说：“你们都往这等着，我一个人先上去一趟。”说完拎着他那个小破包就直奔山腰而去。过了足足有1顿饭的功夫，李师傅终于从洞里出来了，看起来疲惫不堪，头上淌着汗水，但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喜悦。李师傅和老支书说道：“成了，终于谈好了，我们回去赶紧准备一下吧。”大家一听这话，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全村紧急动员起来，有人杀猪，有人宰羊，妇女们手巧地集中起来，蒸馍的蒸馍，炸果子的炸果子。第2天早上，大家敲锣打鼓，抬着各色的贡品来到砖厂。李师傅亲手把各类贡品摆好后，手执3炷香，对着小亭子的方向鞠了3躬，然后说了一大段话，大概意思就是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个地方的山神了。这个地方的百姓都很淳朴善良，你要好好的庇佑这一方百姓，等等等。李师傅说完，老支书领着大家磕了3个头，然后奏乐放了很多鞭炮，大家这才下了山。到了半夜，突然间就开始刮风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第2天，老支书派人去砖厂一看，结果半山腰的大洞没了，小亭子也神奇般的不见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老支书陪着李师傅在东顶山到处转悠，终于选好了建造山神庙的地址。李师傅在办妥一切后，就带着徒弟回河南去了。后来庙建成后，香火很旺盛，每年的3月3，村里还要给山神爷唱3天大戏，10里8乡的人都来看戏，拜山神爷，热闹得像赶集一样。后来听大家说山神也很灵，有求必应，而我却不敢再去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如今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除了每年清明、7月15、10月初10回去坟地烧纸外，基本上很少回村里了。二蛋现在也早已经娶妻生子，他和老婆都在邻村的厂子里打工。今年清明在地头遇见二蛋，蹲在埂上抽了支烟。我和他说起小时候的事，他有些羞涩地笑了笑，对我说那会儿自己太小不懂事，有些事也都记不大清楚了。然后又随便聊了几句。他说还要去上班，就急冲冲地扛着铁锹走了。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我怅然若失。虽然满山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青青翠色，我却觉得自己像一片秋天的枯叶，充满了萧瑟和落寞。我知道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